一个长相酷似外国人的女孩，却说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。怎么证明你是河南人？从小在河南长大的，听我的口音都像河南。你天生肤色就是这么……本身是不黑的，河南的太阳太大了，把我晒黑了，也不注意防晒平时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2002年，一对河南夫妇在巴基斯坦打工期间，丈夫老范在街头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巴基斯坦女婴。在询问了周边居民之后，老范始终找不到女婴的亲生父母，无奈之下，老范只能将这个女婴收养下来。几个月后，老范夫妇回到了国内，他们也将那名巴基斯坦女弃婴带回了河南老家，并给她取名叫范子鹤。从那以后，范子鹤就在河南这片土地上成长，吃着地道的河南烩面，说着一口倍儿溜的河南话。但肤色和样貌的差异，还是让范子鹤从小到大没少经历旁人的打量和猜疑。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带大家走进范子鹤的故事。2002年夏天，范子鹤出生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。出生后不久，他便被亲生父母遗弃。至于原因，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好在被父母遗弃不到2个小时后，范子鹤被来自中国的农民工大叔老范捡到了。老范是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县大峪乡范庄村人，他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家里条件非常艰苦。老范直到30多岁才成家，妻子相貌平平，个头也不算高。更要命的是，两人结婚之后，妻子一直怀不上孩子，老范两口子也认了命，打算这辈子不要孩子了。为了多挣点钱，老范长大成人后便踏上了打工之路，从最基础的小工做起，慢慢成长为一名砖瓦工。之后他又进入了规模更大的工地，转型成为了一名钢筋工。时间来到2001年，老范跟着中国的包工头远赴巴基斯坦务工。在异国他乡，他已然是一名经验老道的钢筋工师傅，挣的工资也比在国内时高出不少。到了第2年，老范在工地上也给妻子谋了一份差事。就这样，夫妻2人一同在异国他乡辛苦劳作。2002年8月的一天，老范像往常一样到工地去上工。傍晚时分，下班后的老范刚从工地走出来，突然听见了婴儿哇哇大哭的声音。他上前一看，草丛里有个裹在襁褓中的婴儿。他抱起婴儿仔细一看，发现是个女娃娃。老范当即便抱起女婴四处打听询问，但始终找不到女婴的亲生父母。实在没办法了，老范只好将婴儿抱回到了工地宿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妻子也连忙凑到跟前来看。对于这对夫妻来说，结婚多年却始终没有孩子，突然看到一个婴儿，夫妻俩觉得特别稀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妻子提议把孩子留下来，她说自己会好好照顾的。就这样，老范夫妻收养了这个孩子。2002年冬天，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告一段落，这个时候老范夫妻也决定要回国了。俩人与此同时也将那位巴基斯坦女弃婴带回到了中国。老范连忙给女婴上了户口，让她成为了一个中国人。与此同时，老范还花几十元请了一个先生，帮女婴起了一个颇具文化的名字范子鹤。有了孩子后，老范妻子便不再外出打工，他就负责在家里照顾孩子。当时家里虽然贫穷，但老范夫妇对待养女非常好，给她买昂贵的奶粉、买新衣服等等。不过在成长过程中，范子鹤还是感觉到了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。因为范子鹤是巴基斯坦人，他皮肤比较黑，鼻梁高挺，眼窝深陷，有着明显的外国人特征，所以在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时，范子鹤经常被人嘲笑太黑。小时候他因此哭过很多次。母亲为了护着他，经常跟别人吵架。他还对那些嘲笑的人说：“我们闺女黑又不吃你家饭，不喝你家水，我们还黑得好看，黑得健康。”当然了，范子鹤也不止一次询问自己的父母，为何自己的长相和其他小朋友不同。在多番追问下，父母只好将范子鹤的身世告诉给了他。当然了，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范子鹤也从未想过要到巴基斯坦寻找亲生父母，因为在他心底，老范夫妻就是他的亲生父母。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，范子鹤从小也要做家务、干农活。知道父母比较辛苦，范子鹤每天放学后就要早早回家喂鸡砍柴，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他都会主动去做。当然了，父母还是尽可能的让范子鹤专注于学习，也渴望能将范子鹤供养上大学。不过上了高中后，范子鹤的成绩下滑比较严重，除了英语学得好之外，他的其他成绩都很一般。
2020年，范子赫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，最终他的成绩实在太差，根本上不了本科学校。考虑到专科学费实在太高，范子赫便坚持要辍学外出打工。因为父母年事已高，这些年父亲腰酸背痛，很少外出打工，一年收入少之又少。成年后的范子赫也觉得自己该到为父母分担压力的时候了。不读书以后，范子赫曾和表姐一起到富士康打工，在工厂里，范子赫一待就是2年。虽然工资待遇还算不错，但工作确实非常辛苦，有时候还得上夜班。对于范子赫来说，他一时之间有点吃不消。2022年7月，范子赫辞职了。辞职后，他也没有急着找新工作，他打算回到老家休息一段时间。在老家闲来无事的范子赫开始拍摄短视频。2022年7月5日，范子赫在抖音上注册了名为小黑妮的账号。他的第一条视频发布后就获得了12000个点赞。视频内容看起来很普通，范子赫穿着朴素的衣服，站在农村的田地里。他的长相一看就是个外国人，黝黑的皮肤，高挺的鼻梁，深陷的眼窝，长长的睫毛和大眼睛忽闪忽闪，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樱桃小口和标准的瓜子脸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小老外除了皮肤黑了点外，长得可真俊。但当他开口后，味儿瞬间变了。老天爷呀，终于下雨了，咱的玉米不用锄了，也不用撒肥了，也不用浇水了。今天有玉米水喝了，不用锄了，地里有伤了。这个视频让无数网友好奇，这个老外为何能说如此流利的河南话？他究竟是哪里的人？和河南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？总而言之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找到了流量密码的范子赫便全职投入了自媒体短视频的道路。他的视频内容千篇一律，身在河南的农村，操着一口河南方言，画着精致漂亮的妆容。外貌和声音的巨大反差，让范子赫很快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。2023年11月13日，范子赫发布了一个吃河南烩面的视频。我们都知道，河南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可能就是河南烩面了。对于河南人来说，一天不吃烩面，可能胃就不舒服。当然了，这对于范子赫来说也是一样。从小在河南农村生活，他几乎也是吃河南烩面长大的。面条，您看看，给家面条出来了，还是面条。这面条看不来，手擀面，都来吧，给你也弄一碗吃吃。该视频的点赞数突破了130万，这让他迅速火出了圈。一时间，众多媒体纷纷前来采访这位生活在河南农村的外国女孩。关注她的人越来越多，大部分粉丝主要还是被范子赫的颜值所吸引。她身材高挑，长相十分漂亮，粉丝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河南埃及艳后。不过，也有很多网友吐槽，不开口的时候她是国际超模，一开口就成了河南老乡。在网上走红之后，郑州有不少短视频机构都找上门来，都想和范子赫签约合作，打算把他商业化运作，还许下了相当丰厚的报酬。不过这些都被范子赫一一拒绝了。在范子赫看来，他能够走红，正是因为这份简单纯粹。他不愿过早地走向商业化。除此之外，范子赫也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需要慢慢沉淀下来，慢慢打磨自己。2024年4月27日，范子赫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视频，今天就在家自己挑战染发。他把原本的黑发染成了红色，这头红发配上范子赫精致的脸蛋，确实很好看。不过看到最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好家伙，这其实是条广告。范子赫也是为了宣传染发产品，才把头发染成红色的。如今，范子赫已经是一个拥有将近200万粉丝的网红了。他的视频点赞量平均都在10000次以上，而且每隔几天，范子赫都会接到广告。去年的时候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目前依靠抖音，他每月能获利4000元，这对于他来说很满足。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粉丝的增多，现在每个月小几万元肯定有的。不过对于未来，范子赫还盘算着等粉丝再多一些，就尝试直播带货，把家乡的那些农副产品好好推广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范子赫还想着给父母在汝州市或者平顶山市买一套城里的房子，这是他心底最大的愿望。至于巴基斯坦这个地方，在范子赫看来，它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，他从未有过丝毫想要去到巴基斯坦寻亲的想法。
尽管被无数人询问他是哪个国家的人，但范子赫每一次的回答都是“我是中国人”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我们下期见。